嘿，今天玩玩具了吗？前面是营造的很好啦，但后面全死的结果很硬要。本集来看看由万代出品的《超合金钢弹 EX》，登场于作品《机动战士钢弹：复仇的安魂曲》。本作是以1年战争为背景，并且以吉翁军的角度叙述主角所属的红狼小队在战场上遭遇了联邦军新锐的钢弹型 MS。两方的交战之中，更体现出战争的无奈还有残酷。不过看完之后，我是觉得我比较无奈啊。钢弹 EX， 联邦军制造的高性能 MS， 但是剧中跟设定里都没有叙述这一台机体的来源。不过因为机身上有标记 78EX 所以推定是以陆战型钢弹为基础。设定方针是以地面战为主，因此具有相当出色的机动性。不过也因为这样，装甲比较薄弱。超合金虽然没有比例的设定，不过本款大概是100%，高度来到了18公分啦。身上的合金重手有感哦，大概就是这么重。整个头部脸部精密感表现相当优秀，不是帅气的类型，但确实有相当程度的违和感哦。与同样是陆战型钢弹为基底的 EZ8 样子很相近，身形以骨骸为印象的设计确实相当到位。躯干因为肩膀的装甲不大，而且手臂比较开，因此也看起来厚实许多。而手臂的过长感，除了肩膀的位置较低之外，是真的有比较长啦，算是本款外形上会有意见之处。合金的成分不少哦，整只小腿几乎都是合金构成，冰冰凉凉，很舒服。几乎是全机涂装，主色是灰白色，搭上浅灰色做色块的效果，红色部分也采用比较深的色阶。机身上各处标示数量也是相当的多，质感上确实是可以从外观直接感受到哦。头部虽然蛮大颗的，但没有太多妨碍，转动是没有问题啦。可是其他角度因为脖子很短，所以范围都不大。身体很结实，但因为里面有电池仓，所以没有太多的可动性，仅有腰部的水平转动以及向前弯腰的关节。不过后面会有断层。背后的喷射背包2颗推进器是可以上下调整的，手臂转动没有什么妨碍，所以完全没问题。根部有外拉的关节，肩膀装甲可以翻开，水平抬举是齿轮关节哦，可以接近90度。不过齿轮关节的段位有一点大了，上臂转动很紧，手臂弯举范围很大。手腕是直装，只有单方向的些微可动。有附属4对的替换手手。本款的裙甲都很小，前裙甲有双关节可以外翻，髋关节不是直装，因此大腿前抬举可以避免外形有太多的妨碍。关节是齿轮关节，可以超过90度一点。大腿转动范围不大，但够用。膝盖弯曲是双段关节，但只有下段关节是齿轮关节，整个弯曲幅度都非常的大，只有上段会有一个大孔隙啦。脚踝后护甲可动。主护甲接点只有在外侧哦，以提升可动范围。脚掌可以转动，前后调整范围没有夸张，可是够用啦。前段脚掌有独立的可动，脚底板的前端还有一个小接点。原作中如恶魔般的眼神，本款也有发光机构来重现哦。胸甲整块拆开就会看到电池仓，需要2颗 LR41 电池，但原厂里面就有给。麻烦是开关在背后啦，你要先拆掉背包，还要拆掉护腰。发光的颜色是深橘偏红哦，亮度不要太期待，可是意思有到啦。背部左边有光束军刀架，整块都可以单方向调整，刀架也有独立的可动哦，上面就大拉拉插了3根刀柄，都可以取下直接使用。光束刀刃特效也梗的3根，但嘴巴不能咬，所以不能3根一起用。特效的造型跟颜色都有往原作来做靠拢。背部右边则是一挺格林机枪，枪身跟机部都可以做延展，也可以转动，有附属3种方向的单链哦。背后这块很像压缩马达的是弹仓，弹仓可以随机枪的位置做转动。专用盾牌1块，设定上可以伸缩，但本款不能伸缩。把手可以转动，与手臂的连接点可以选择在手臂的后方，或是使用连接键在手臂的外侧。附属光束步枪，外形比较像是钢加农用的那一把，剧中的表现威力十足哦。辅助的把手可以转动，另外有附属臀部的挂架。附属火箭发射器，造型跟联邦军制式的样子不太一样，
配合原作风格多了很多的细节，弹匣不能拆卸，但把手可以有限度的调整位置，有附属臀部的挂架。最后是地台支架，地台造型虽然就是个地球联邦军徽，不过黑红配色加上灰烬的点缀是蛮好看的。支架则是跟 MV 用的一模一样。原作是只有6集的短篇动画影集，前面几集老实说感觉都有到，尤其是钢弹对吉翁军侧所带来的压迫感营造的相当好。虽然设定上有些瑕疵却也还算是可以忽略，但中段之后的剧情就开始有点硬要了呀。剧中设定以吉翁侧为视角，然后强调战争怎样的残酷，死了好多人，联邦坏坏还逼小孩上战场。真想问这个编剧知道1年战争是吉翁军发起的吗？而且还为了把殖民地砸下地球，先屠杀里面的居民，然后丢下去，最后造成地球圈总人数半数死亡，有够虚伪。本款整体来说算是不错，合金含量配合不错的可动范围，把玩性上可圈可点。附属武装也没有阉割，甚至连那个火箭炮都给了。原设定的骨骸感也呈现得相当到位，眼睛的发光机构对重现压迫感也有很大的帮助，唯独就手臂确实是感觉长了点。总之，本款机设是蛮对我味的，剧中 MS 战的呈现也确实不错。懒得组装跟涂装的话，本款是可以考虑哦，就那个价格比较高了。就这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